英法百年战争之后，英格兰不仅失去了在法国的所有土地，贵族们也无法再透过对外战争获得战利品。再加上战争期间的好几任国王多半都是昏庸之辈，使得战败后国王也没有威望，能够重新将国家给凝聚起来，这就导致了另一场内战的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克里夫。公元1455年，蔷薇战争爆发了。兰卡斯特家族的徽章是红玫瑰，而约克家族的徽章是白玫瑰。这两个家族的斗争一直到公元1485年，透过联姻才宣告结束。兰卡斯特的亨利七世娶了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，并把他们两家的徽章融入了新的国徽之中，开始了都铎王朝的时代。从百年战争到亨利七世的这段期间，虽然英格兰长期都处于混乱的状态但比起法兰西要好一点的是，至少他们的王公贵族没有把国家给分裂。哪怕再怎么动乱，贵族们的目标还是控制中央政府，而不是摧毁它。这就让亨利七世不用像路易11世一样，还要花费精力去统一勃艮第。另外，因为这场百年的民族战争，使得英格兰的民族凝聚性更进一步的提高。具体的案例是在这之前法语一直都是英国王室和贵族通用的语言，但在战争后，英语已经全面取代法语。最后一点是，当英格兰完全从欧洲大陆抽身后，他们在对欧洲的外交政策可以变得更加灵活，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转移到其他政务上面。不过话说回来在英法各自解决内部混乱、重振王权的同时，伊比利半岛又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其实中世纪后期，伊比利半岛也是纷乱不堪。之前我们说过，卡斯提尔是半岛上疆土最辽阔的王国，只有亚拉冈可以跟它相提并论，所以这两国当然也是互有攻伐。直到公元1469年，亚拉冈的继承人斐迪南与卡斯提尔的继承人伊莎贝拉结婚，才奠定了西班牙统一的基础。起初，他们还是各自保留双方的王国，毕竟两国都有自己的行政机关与议会。但有了婚姻的联系，他们可以慢慢朝着统一的方向前进，也不再互相攻击。他们先是在公元1492年把半岛上最后一个穆斯林的国家格拉纳达给并吞，之后联手驱逐了犹太人，再之后又经过了不断的扩张与王位的继承，公元1716年，西班牙才正式完全统一成一个国家。我们可以从西班牙的国旗上的国徽看出这种多国之间的融合。正中间的百合象征着波旁王朝，左上角的城堡是卡斯提尔王国，右上角的狮子是莱昂王国，左下角的锁链是纳瓦尔，而右下角则是亚拉冈，而最底部的石榴则是最后征服的格拉纳达。也正是因为内部有了统整后，才能向外拓展，造就了之后的海外探险、地理大发现，并在墨西哥与秘鲁等美洲各地的经营不断涌入西班牙后，才让它能成为之后欧洲最强的国家。好，把欧洲主要的政治势力聊完后，接着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邻居。我们稍微把时间往前拉回去一点，回到10世纪左右，来自瑞典的维京人，他们为了维系从斯堪的纳维亚到君士坦丁堡的贸易路线，所以在基辅附近建立了一个公国。接着，经过几百年的时间，这些维京人跟周围的斯拉夫人逐渐融合为一体。因为这层关系，原本基辅公国跟西方的联系还很密切。但从12世纪后，陆续发生了3个重大变化，让它之后的发展从原本可能朝着西欧民族君主制，走向了东方的帝国专制。首先，第一个是游牧民族的入侵。一开始，库曼人部落的骚扰，他们还可以联合周围的公国，勉强一起抵抗。但是到了公元1237年，当蒙古人越过了乌拉尔山脉后，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公元1240年，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领大军攻陷了基辅，之后又席卷了东欧与中欧，并建立了清察汗国，也有人翻译成金帐汗国。这个蒙古帝国可能是因为领土太大，所以他们无法或者是不想直接管理所有的地方，而是容许底下各国的存在。不过有个前提，那就是他们得称臣并定期纳贡。这样的统治模式维持了大约200年后，
在俄罗斯东北方的内陆深处，因为离蒙古的政治权力中心很远，比较少受到蒙古的干涉，莫斯科大公国可以巩固实力，逐渐壮大，最后在15世纪脱离了蒙古的统治，并改名为俄罗斯沙皇国。第二个变化是公元1386年，波兰女王雅德维加与立陶宛大公雅盖沃联姻，这项联姻直接让两国的领土与国力大增。他们也陆续将波罗的海沿岸纳入掌控，还打败了条顿骑士团，并在公元1505年组成了波兰立陶宛联邦。扩张的脚步就连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地都不放过。这样强势的扩张当然跟莫斯科公国产生了冲突，一边是信奉罗马天主教，另一边则是东正教，两边的民族与信仰都不同的状况下，冲突就难以调和。长期的战争与对立的情况下，也就让莫斯科对于西方带有敌意。第三，当然就是君士坦丁堡的沦陷了。原本俄罗斯跟拜占庭一样，都是信奉东正教嘛，对于罗马公教没有什么敌意。但在第4次十字军东征洗劫了君士坦丁堡后，这种仇恨就难以洗清了。再加上拜占庭之后为了抵挡土耳其的进攻，不但抛下了仇恨，还纡尊降贵的请求西方的援助。而西欧在自顾不暇且没有提供像样的帮助下，公元1453年拜占庭的灭亡就给了俄罗斯人非常深刻的警惕。在这三大变化的影响下，崛起的莫斯科公国没有什么西欧式的特征，也就可以理解了。公元1462年，伊凡三世开始他的统治，他先是宣布废除对蒙古的臣属，并接连的扩张与并吞，像是亚罗斯拉夫尔，也就是在莫斯科与波兰立陶宛之间的公国，之后又不断的入侵立陶宛，使得在他去世时，莫斯科公国已经成为欧洲政治势力中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。伊凡三世的统治也使得后世的学者认为他是俄罗斯帝国的开创者，也因此被尊称为伊凡大帝。他统治的俄罗斯走向东方的专制帝国主义，而他采用的称号是所有俄罗斯人的沙皇。俄文中的沙皇也就是凯撒的意思，不难看出他们自认为是拜占庭与罗马的继承者。而为了强化这层跟拜占庭与罗马的关联，他还跟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亚联姻，并把拜占庭的双头鹰作为国徽，又以奢华的风格在莫斯科建造了克里姆林宫，彰显帝国的辉煌。伊凡这种倾向拜占庭式的统治也影响了之后俄罗斯的发展。因为背离与敌视西欧文明，所以俄罗斯没有跟上西欧在中世纪走向强盛的转变。相反的，他们文化趋于保守，阿拉伯数字没有受到推广应用，商人还用算盘在计算，那就更不用谈世俗文学的发展了。就连民俗风情也都不太一样哦。上层妇女头戴面纱，与世俗隔绝；男士则留着蓬松大胡子，穿着类似裙式的外衣。好，基本上我们把中世纪晚期的社会、宗教与政治三个面向都谈完了。遭到瘟疫与战争等冲击的破坏下，社会上引起了广大的下层暴动，宗教的上层宛如闹剧，下层走向各自极端去追求个人心灵上的慰藉。政治则是英法百年战争让民族性更加凝聚，西班牙走向统一，俄罗斯趋向东方君主制。不过还有一个面向是我们刻意避开，暂时还没有聊到的，那就是我们之前在中世纪中期时稍微带到过，在教会扫盲与基础教育大量推广下，知识的全面提升后，孕育出的思想与文艺的火花，也在中世纪中期开始萌芽。虽然中世纪晚期受到黑死病的阻断，但反而让各地的方言文学以及艺术发展更加茁壮，酿造了我们所熟悉的公元14世纪展开的文艺复兴运动。但是关于这个部分呢，我们留到下一个阶段再来跟大家聊聊。